最强特工八光外交大臣，六旬老汉飞檐左臂，黄昏2枪打倒狼狗，身上背着炸弹扔出去，自己也咬住胳膊扑倒在地。祭司一看咬住人后，立刻按下钮，炸弹却只在水里爆开。祭司被扔完炸弹还能徒手和狗搏斗的大臣惊得目瞪口呆，西国大臣也太卷了吧！黄昏把狗关进垃圾箱，而祭司也终于反应过来，对方不是他要杀的大臣，立刻驾车逃逸，但他的车牌已经被记下来了，被抓获只是时间问题。阿尼亚突然起狗跑走，约尔急得四处找人，正好遇上祭司开车驶来，可谓是冤家路窄，约尔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右拐犯，立刻从天台跃下，对着汽车就是一脚，人行直走高达，恐怖如斯。祭司连人带车撞上电线杆，当场歇菜。见永温的好人妻约尔报警后深藏功与名，炸弹事件总算解决，幸好没有引起太大的骚动，狗也被回收完毕，等待之后的调查。黄昏这个厕所总算是上完了，结果刚一出门就遇上约尔和阿尼亚一起赶到，两人将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黄昏这才知道原来事件牵扯到自己的妻儿，他生气的训斥阿尼亚乱跑，没有受伤真是万幸。大白狗虽然保护了阿尼亚，但他也是苹果计划的实验品。黄昏给店里的西尔维亚使了个眼色，他摸了摸大白狗的脑袋，感谢他保护了自己的女儿。很快西尔维亚伪装成保安局出现，问清楚事情原委之后要接管大白狗。黄昏和约尔当然没什么意见，但阿尼亚不干了，抱着大白说他就要这只狗，如果不给他买这只狗，他就学坏不去上学，然后开始哇哇大哭。黄昏和西尔维亚当场傻眼，什么后果居然这么严重？黄昏忙着哄阿尼亚，但西尔维亚想了想之后居然同意把狗留下来，不然能怎样？阿尼亚如果不去上学，消计划就完成不了，反正这狗放在黄昏的监视范围内也没问题，研究调查有其他的狗就够了。阿尼亚一听还有其他的狗，担心的不得了，他们会被警察欺负吗？西尔维亚摸着阿尼亚的脑袋，向他保证他会好好照顾那些狗的，这些狗之前吃过很多苦，所以阿尼亚也要和他约定好好照顾大白狗。阿尼亚破涕为笑，西尔维亚觉得阿尼亚是个乖孩子，他曾经也有一个这样大的女儿，因为要给狗狗做健康检查，大白狗就暂时寄放在西尔维亚这里一晚，没问题的话明天就给他们送过去。事情解决后，一家人坐在回家的路上，约尔很高兴，因为他今天打倒了坏人，不为人知的保护了国家的和平。阿尼亚也很高兴，他帮父亲拆除炸弹，拯救了世界。黄昏很胃疼，总算阻止了东西两国的冲突，但身体也要累垮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大白狗被送到阿尼亚家里，就如同他预知的一样，佛界一家热情地欢迎了他。从今天开始，这里就是他的家了，得帮他取个名字。说起名字，大白狗想起了自己被当成实验体虐待的那段日子，他被救的8号，没有人在乎一条狗的性命。大白不自觉地退缩了，但面前的人却告诉他，他已经是佛界家的一员了。于是大白狗向前走入了光明。为了维持东西两国的关系，所以炸弹事件必须保密，所以就算阿尼亚阻止了爆炸，也拿不到星星奖励。黄昏让阿尼亚不要在学校乱抢，不然就会被警察带走，拿不到星星就只好靠朋友大作战了。阿尼亚决心要靠狗狗和达米安搞好关系，成功混进达米安家。来到教室，阿尼亚得意地告诉贝奇他们家养了狗。贝奇很给面子地问起了狗狗的事，好感度高就是不一样。贝奇开心地想去阿尼亚家玩，可惜阿尼亚的心全在次子身上，一看这招对贝奇有反应，立刻跑去找到次子，一脸阴笑地告诉次子他们家有狗。达米安莫名其妙，那又怎么样？阿尼亚遭到极大打击，当场跪地不起。达米安对狗不感兴趣，世界完蛋了。达米安看自己的话对阿尼亚打击如此之大，有点过意不去，就问阿尼亚的狗叫什么名字。阿尼亚好高兴，然后憋了半天憋出一个狗字。达米安扭头就走，他根本就不配养狗。阿尼亚只好请教贝奇怎么给狗取名，贝奇推荐他有喜欢的食物或者花名，可惜阿尼亚的起名天赋烂得要死。阿尼亚一回家就被狗狗热情欢迎。图书馆附近有一个狗狗公园，于是一家3口带狗去散步。阿尼亚想要牵绳子，但狗狗的块头太大，阿尼亚很容易被拖走。养狗的方法他还要慢慢学。黄昏，阿尼亚狗的名字想好了吗？取个好听又能被狗理解的最好，狗子听不懂子音，所以最好用母音做名字。约尔一听，什么听不懂死音？狗狗公园里有很多狗狗在玩，大白狗表现得很淡定，倒是阿尼亚一进公园就开始撒欢，羡慕德牧和主人玩飞盘。阿尼亚脱下鞋子就往外丢，但大白狗根本就不动，果然没有名字不行。于是阿尼亚满公园的问狗主人是怎么取名字的。阿尼亚和狗狗玩得很开心，但黄昏的心情却很沉重。任务结束之后就不需要佛界一家了，跟约尔和阿尼亚的关系也到那时为止。现在的东西国和平不过是假象，尽早结束冷战才是最好的未来。差不多该回家了。阿尼亚突然发现自己的手套不见了，找了半天后被一只法斗叼在嘴里。阿尼亚想要抢回手套，但法斗实在是太凶悍了。大白狗用和善的眼神盯着法斗，轻轻一推法斗，就害怕的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大白狗叼着手套还给阿尼亚，阿尼亚很高兴。大白狗就像帮公主找回失物的特工彭德曼，正好狗狗要有一双黑手套，于是阿尼亚决定叫狗狗彭德。回家后，阿尼亚给彭德准备了狗粮和厕所，然后一起看间谍动漫。黄昏洗完澡出来后，阿尼亚和彭德已经靠在一起睡着了。今天依旧是幸福的一天呐。